現在去日本旅遊的人和住在日本的本地人看到的根本不是同一個日本。你在網上刷到的銀座商圈，到處是瘋狂購物的遊客，吃住行買好物都覺得特別划算，可轉頭看看當地人的日常，滿屏都是吐槽物價、發愁收入的聲音。不少退休老人依舊每天奔波在便利店、餐飲店打工謀生。很多人看不懂當下的日本經濟，股市不斷刷新高位，企業賺得盆滿缽滿，看着像經濟全面復甦，但老百姓被高物價裹挾，收入長期增長乏力，日子越過越緊。其實這兩種看法都只摸到了表面。如今的日本既沒有全面復甦，也談不上徹底崩潰，整個社會陷入了鮮明的分裂。同一個國家分出4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遊客看到便宜，資本看到價值，企業看到利潤，唯獨普通人滿眼都是生活的煎熬。從這一集開始，咱們開啟合集《狂歡與煎熬：日本經濟魔幻真相》。這是第一集，想把背後的邏輯徹底搞明白，一定要順着合集順序往下看，我也会持續更新。咱們不吹不黑不唱衰，就從日元、股市、企業利潤、薪資、消費、制造業、老齡化多個角度，一層層挖透核心問題。如今的日本為何一邊狂歡一邊煎熬？經濟增長的紅利為啥始終到不了普通人手裡？第一個事件，遊客眼裡的日本，它變便宜了。現在大夥去日本再也不會感慨發達國家消費貴，反而直呼性價比超高。2019年前後，1000元人民幣能換1.5萬到1.6萬日元，如今常常能換到2萬日元以上。粗略算下來，那種接近7折的匯率折扣感就出來了，價格優勢直接帶火了旅遊業。截至2025年，日本入境遊客突破4270萬人，旅遊消費高達9.5萬億日元，兩項數據全部刷新歷史記錄。但我要提醒大家，這份便宜和商品質量、商家降價無關，更多是日元貶值帶來的匯率幻覺。相當於日本給全球遊客發了一張大額優惠券，可這張券的成本最後很大一部分會傳導到日本普通家庭的生活賬單裡。第二個世界，資本市場眼裡的日本，它变值錢了。2026年5月27日，日經225指數衝到6.6萬多點，再創新高。很多人对這個數字沒概念，我直白講，1989年日本泡沫經濟頂峰，距離崩盤只差一步時，指數都不到3.9萬點，現在的點位比當年的泡沫高點還要高出70%。很明顯，資本對日本資產已經完成了一輪重新定價，全球資金扎堆而來，不是因為日本經濟突然脫胎換骨，而是這裡有實實在在的投資機會，資產長期被低估，企業改革落地，分紅回購越來越多，再加上 AI 半導體等熱門賽道加持，同時日本利率在發達經濟體中依舊偏低，進一步放大了吸引力。所以一定要分清，股市大漲是真的，但股市火熱不等於百姓生活幸福。第三個世界，企業眼裡的日本，它變賺錢了。近2年，日本頭部大企業財報亮眼，豐田、索尼、本田這些跨國巨頭經營收益節節攀升，海外業務疊加匯率紅利，讓企業賬面利潤水漲船高，海外收入更是成了重要支撐。但關鍵點在這裡，利潤增長不全靠銷量和技術突破，有一部分是匯率換算帶來的賬面收益，海外賺來的美元、歐元換回日元自動增值，財報自然好看。這屬於賬面紅利，不等於核心競爭力突然變強，卻實實在在推高了股市預期。第四個世界，也是最接地氣的世界，普通家庭眼裡的日本，日子越來越緊，遊客消費狂歡，資本大舉入場，企業利潤暴漲，可普通人的生活半點沒同步輕鬆。過去幾年，日本物價持續走高，食品、能源、電費、燃油都讓不少家庭感受到壓力。從前幾百日元搞定一頓飯，現在可能要花近1000日元。曾經不太在意的柴米油鹽、水電燃氣，如今都得精打細算。那收入跟上了嗎？數據顯示，2026年3月，日本名義工資漲了 2.7%， 扣除通脹後，實際工資上漲 1%， 連續3個月轉正。單看報表，數據不差。可大家想想，短期收入上漲就能抵消過去幾年物價上漲的壓力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就拿東京上班族來說，月薪20多萬日元並不稀奇，扣完稅、社保、房租和基本生活開支，能自由支配的錢可能所剩不多。不是賺不到錢，是根本不敢亂花錢。於是我們看到當地人消費越來越保守，年輕人不願買房，不願結婚，不敢生孩子。這真不是佛系，而是現實壓力太大了，很多人看不到輕鬆的未来。你看，4類人群，4種視角，完全是不一樣的生活。遊客減了折扣，資本抓住了機會，企業賺足了利潤，唯有普通人默默扛起所有生活重擔。這種割裂根源就是資產端和民生端明顯脫節，外向型產業、資本市场、大企業更容易吃到紅利，而基層勞動者、小商家和普通家庭更容易承受物價與生活的壓力。這就是日本經濟最魔幻的現狀，沒有全面向好，也沒有徹底崩塌，只是活成了2個世界。日本經濟最魔幻的真相，資產端在狂歡，生活端在煎熬。
紅利更多停在資產端和企業端，壓力更多落在普通人的日常裡。下一集我們就從日本為什麼变便宜說起，深度拆解弱日元的底層邏輯，看懂它如何利好游客企業，又為何讓普通人負重前行。